标签系统，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，实则是连接知识的无形之网。标签的本质不仅是分类，初学者常将标签视为传统的文件夹，这是最大的误解。标签不是存放笔记的容器，而是连接思想的桥梁。当你为一则笔记贴上灵感、哲学3个标签时，你并非将它放入3个抽屉，而是在知识宇宙中为它建立了3条通往其他思想的通道。我常将标签比喻为神经元，每个笔记是一个细胞体，而标签则是它的突触。通过这些突触，不同领域的知识得以相互激活，产生真正的思想火花。如果把 Obsidian 想象成一座图书馆，那么标签就是你在书上贴的便利贴，不是分类本身，而是让你快速找到某种特征的工具。很多人一开始会误用标签，结果越用越乱。高手则是把标签当成搜寻加速器，而不是分类系统。这篇我用基本逻辑加实战方法带你一次搞懂。标签的本质不是分类，而是标记特征。资料管理有3种常见方式：资料夹，一个档案只能放一个地方；连接，建立关系；标签，描述特征。关键差别：资料夹，你放在哪里；连接，你跟谁有关；标签，你是什么。用一个故事理解，你写了一篇笔记，主题巴菲特的长期投资，你可以这样处理：放在资料夹，投资价值投资，加连接，巴菲特长期主义，加标签，井号投资长期思维模型，井号案例。未来你搜寻井号长期，这一篇就会跳出来；搜寻井号思维模型，它也会出现。这就是标签的威力，一笔资料多主入口。标签的3大使用方式：一、单层标签，井号投资健康写作，适合初学者，缺点容易变多变乱。2、阶层标签， Obsidian 支援做阶层，投资股票，投资 ETF， 井号投资观念。好处，自动形成结构，不需要资料夹也能分类。3、功能性标签，不是分类，而是状态或用途，未完成、重要、待整理、灵感、可变现，这才是真正强大的用法。高手的标签系统，我建议你用3层结构。第一层，领域、投资、健康、商业、写作。第2层，类型、概念、案例、工具、策略。第3层，状态，井号未完成已整理，重点可输出。一篇笔记可以这样：投资股票，案例，重点。这样未来你可以找所有股票，找所有案例，找所有重点内容。常见错误：错误1，把标签当资料夹，投资、投资学习、投资笔记。问题：重复混乱。解法：用阶层，投资、学习、投资笔记。错误2，标签太多。有人会这样：巴菲特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、股票分析、投资策略、投资方法。问题：没有意义。解法：保留未来会搜寻的词。错误3，从不用标签搜寻，这是最大问题。标签不是装饰，是工具。正确用法：点击标签面板，定期用标签找资料，用标签整理输出。进阶用法：1、结合搜寻，你可以在 Obsidian 搜 tag 井号投资 tag 井号案例，找出投资案例。2、结合图谱，标签会形成群集，你会看到投资知识圈、健康知识圈，这是你的知识地图。3、结合模板，你可以设计固定标签，井号领域投资、类型、概念、状态、未完成，每篇笔记自动带入。标签的基本逻辑：降低搜寻成本。标签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，让未来的你更快找到现在的你。本质是时间套利。你现在多花3秒加标签，未来可以省下30分钟找资料。最强观念：标签是未来导向。不要问这篇是什么，要问未来我会怎么找它。资料夹是位置，连结是关系，标签是搜寻入口。实战建议：如果你现在要开始，我会建议只用这6个就好：投资、健康、写作、概念、案例、重点。用1个月后再优化。
最后，用投资思维看标签，标签就像指数基金，不华丽不复杂，但长期效果惊人。你不需要完美系统，你只需要可持续使用的系统。标签的动态演化，知识体系是活的，标签也应如此。每半年，我会进行一次标签大扫除，合并意义相近的标签，拆分过于庞杂的标签，废弃长期未使用的标签，调整命名不一致的标签。这不是破坏，而是对知识花园的修剪，让它长得更茂盛。给新用户的建议，如果你才刚开始 Obsidian 之旅，请记住，少即是多。先从10个以内的顶层标签开始，让体系自然生长。宁缺毋滥，不为每则笔记提满标签，只提最关键的2、3个。拥抱不完美，没有完美的标签体系，只有不断进化的体系。30年过去，我的 Obsidian 库中已有上万则笔记，标签数量却始终控制在200以内。不是记忆力惊人，而是体系已成。标签如老友，无需刻意记忆，便能知晓它们各自的位置与作用。标签系统的最终境界，是让你能专注于思想的碰撞，而非工具的操纵。当你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为一则新笔记贴上标签时，若感觉不到丝毫犹豫，那一刻 Obsidian 便真正成为了你思维的一部分。愿你的知识之树在标签的滋养下根深叶茂。